我们这个系列呢，给大伙说中国古代的智慧36计。今天咱们说这一计呢，应用范围挺广泛，名字叫反客为主。什么是反客为主呢？这个36计里写的很明白，12个字，叫趁隙插足，扼其主机，见之进也。什么意思？就说趁着有缝隙、有机会的时候，你插足，介入到这个事情当中，然后把握住他的要害关节部位，一点点反客为主，你成为主人。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人说听这个解释呢，反客为主呢，跟我看成语词典上的解释差不多。其实真正36计里的反客为主，比这个成语的概念呢要深刻的多，内涵也要丰富的多。咱们今儿就从这个反客为主它的本意一点点说起。挑唆林冲火并王伦，吴用的一计反客为主究竟如何得手？刘建明枪杀韩琛，他的无间人生能否自己做主？裘千尺与公孙止的爱情当中，客或是主的问题如何酿成悲剧？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36计之反客为主。你看反客为主，说到主客，说明双方还不是敌对的两方，还客气着呢，主人客人吗？所以说一般来说反客为主呢，都是对你的朋友、对你的盟友实施的计谋。你看历史上典型的反客为主，就是水浒里头智多星吴用，这是个反客为主的真正大师，他是把反客为主这一计用到了极端。这我也给从头给大伙说说，你听听这个吴用得有多了不起。当初呢，他们哥七个聚义石碣村七星聚义，赤发鬼刘唐啊，包括这个阮氏三雄晁盖、吴用、白日鼠白胜这些人干嘛呢？志节生辰纲，把青面兽杨志押梁龙书生辰纲送给他老丈人蔡京蔡太师的这钱都给弄来了。弄来之后呢，犯了事儿了，官府画影图形抓他们，走投无路去哪儿呢？只能跟石碣村就近呢，到水泊梁山。那会儿梁山的主人是谁呢？白衣秀士王伦。说暂时咱哥七个投奔他去。王头领，久闻朝天王光临草寨，小可王伦不胜荣幸啊！早知王头领在梁山聚义，未曾拜会。今日我兄弟7人闯下大祸，无处藏身，故特来求见王头领。哪里呀？就想呢在山寨落脚，但王伦呢请他们吃饭喝酒，挺客气。这个过程吴用就提出来了，说我们哥七个走投无路，久闻王头领云天高义，能不能把我们留下？我们来投奔你来。诸位英雄此来又不是只住3、5日，就让小可先敬朝天王一杯啊！好，来，好，干！这王伦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啊，这喝酒，咱们明天再议。这么这酒席就散了。晚上呢，这哥七个在客房里琢磨，吴用就说坏了，为啥呢？这王伦看咱们势力挺大，不肯留咱。当初我只想投奔梁山，不知王伦是这等心胸狭窄之人，见我们人多势众，怕是不敢收留我们呐。我们又不抢他的寨主之位，他怕什么？我去与他说明。兄长休去，便遭他毒手。这时候晁盖就有点慌了，说咱走投无路，咱去哪儿？官府正抓咱们呢。吴用说，我看呐，这些人里头心不齐。为什么呢？水泊梁山当时的头领有谁呢？除了白衣秀士王伦，有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地狐狸朱贵、笑面虎朱富，再加上一个后上山的豹头林冲。林冲是在沧州被烧了草料场，雪夜被逼上梁山。吴用就说，我看这伙人里头林冲是个英雄好汉，和那些人不一样，有可能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正说这功夫呢，林冲来了，拜会7位豪杰。吴用一看这好机会啊，就说林头领仁义播于天下，都知你是80万禁军教头，您这么了不起一个人，上山才做第4把交椅。其实这搁话挑唆呢，挑唆林冲呢。林冲长叹一声，没办法呀，这个白衣秀士王伦呢，心胸狭窄，不是容人之人。
吴用这时候使上苦肉计了，哎呀，我们哥几个走投无路了，这儿不留就完了。林教头，但愿有一天你我有缘分，一起驰骋天下。林冲说：“这样吧，我这就舍我这张老脸，我跟他理论理论。你们英雄豪杰上山，梁山伯要想做大，正是用人的时候，哪能放你们走呢？”说林冲拍胸脯：“有我在，我力保你们哥七个留下。”吴用一看，千恩万谢，把林冲送走了。这个时候，吴用的反客为主的第一招已经发挥作用了。他干嘛呢？就是通过林冲能够把这哥几个留到梁山，有个安身之所。当然，吴用要是就奔这点小事，那还不算大计谋。他心里下了一盘更大的棋，也就是说，利用林冲先在水泊梁山歇脚，这只是暂时之计。他还有一招更毒辣的，他想利用林冲把梁山伯这个领导权拿过来。怎么拿过来呢？第二天，这个王伦设宴招待这哥七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王伦让手下来端上一盘金银来，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朝天王笑纳。日后大展宏图之时，别忘了小可就是啊。不是我晁盖夸父啊，我等兄弟带来的财宝，供梁山3年吃用不尽呢。就这时候他俩就撂下了，意思我不能收你们，你们下山吧。为啥呢？留了之后，第一怕这哥七个把他位置夺了，第二个呢，这哥七个犯的死罪要引来官府大公围剿，王伦怕自己这点老底儿也败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林冲站起来了。为啥呢？吴用紧着冲他挤眼睛，你得说呀。林冲站起来了，说：“王头领啊，咱们梁山伯要做大呀，非得广引各路豪杰，哪能这哥七个上山咱不要人家呢？”这林冲说着说着，王伦就推脱，俩人这话可就不痛快了。朝天王，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众位英雄务必笑纳。林冲不得无礼。我上山的时候，你说的就是这番话。你这个笑里藏这个时候，吴用心扉的小人开始施展他挑拨离间能力。教头息怒，教头息怒，我们下山就是，免得坏了你们兄弟情分。头领息怒，都是我等的不是啊！来人！来人呐！来人呐！在旁边，哎，两位别，两位别，你看好好说，咱可别动手啊！别动！林教头，有话慢慢说，千万不要火并呐！李教头，你注意，这话太有文章了。在生活当中，你注意拱火的人，这俩人吵架，才在旁边，你说，你别动啥手呢？本来你不想动手，顺手这有棍子抄起，我打你怎么的？这就挑火的。所以这林冲正在气头上，一看上前就抓住王伦衣领子。你说你啊，这个事你怎么？俩人就理论上了。你注意，这时候只要一动手，这个人的心态啊就把握不住了，这火就上来了。火上，这林冲气势汹汹的，这还挎着刀呢。吴用这时候又用了一个办法，摁住林冲这刀。哎呀，林头领，切不可伤了王头领的性命啊！这嫉贤妒能的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这种人不杀，留他何用？林冲这时候让吴用挑唆的，有点冲昏头脑，把腰刀拔出来，噗一刀把王伦杀了。从此梁山伯大门打开了。说是打开了，你从微观上来讲，把吴用、晁盖这哥七个成全了。林冲呢还说9目7位英雄大名，朝天王是真正的领袖，我杀了王伦，梁山伯之主位置我不做，哎，我让给你。所以这稀里糊涂的呢，吴用说：“哎呀，既然林头领有如此美意，那就大哥你来吧。”你看，兵不血刃的这哥七个把梁山伯的领导权给攥到手里了。所以你看，吴用这个反客为主的计谋非常毒辣，他是利用对方内部的矛盾，就林冲和王伦早就有矛盾，利用这个让林冲的手杀王伦，这还是借刀杀人的妙计。所以说，吴用这个反客为主这计谋啊，已经到了厚黑学的最高境界了。当然，咱听起来呢，正人君子难免有点寒心啊，说这算计的简直是太狠了。其实呢，这个反客为主呢，敌我双方互相算计，或者是同床异梦者互相算计，很正常。也有的时候反客为主呢，
是自己跟自己的命运较劲，我要把握我自己的命运。有人说你自个儿命运你自个儿把控，不一定，咱们有的时候你自个儿命运是人家把控的，就自己名义上是自己的主人，其实是人家控制你，你是客人。所以有的时候反客为主呢，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束缚。说这方面有典型例子，咱们可能观众朋友更熟悉。这个2002年有一部香港电影风靡大陆，后来呢又拍了很多续集《无间道》，这里头就是个典型的反客为主把握自己命运的实例。谁呢？就刘德华扮演那个警官刘建明。说为什么他是要反客为主呢？刘建明年轻的时候是刚进黑社会混，跟着老大曾志伟演那个韩琛，跟他在一块儿。由于他没有案底儿，韩琛相中他了，我送你呀上警校读书。读书之后呢，毕业了呢，就进警察局，给黑社会老大当卧底。这一面呢，他给黑社会老大卧底立了很多功劳，这老大做的买卖风生水起，多次逃避警察抓捕。同时呢，这老大还故意给他泄露一些消息给你，然后你用这个消息呢，你在警局里立功。这刘建明一步一步呢就当上警官了。可是当上警官呢，他这日子不好过。为啥？自己的事自个儿做不了主，他得提心吊胆，因为他这小命攥在人韩琛手里呢，而哪天要对警察说他是卧底，自己就完了。所以他官当的越大，他越提心吊胆，他就想我怎么样能够翻身摆脱他控制。你看这个电影里边，刘德华经常说一句话，我要做一个好人，其实这话不见得是真的。他最真实用意在于摆脱别人的控制，我自个儿能做了自个儿的主。这整天让别人拎着我成个提线木偶来，他怎么着我得怎么着，这不行。所以他在一次破案过程当中，由于这韩琛手下呢把黄警官给弄死了，这刘建明有机会接过这案子。他通过调内部资料，意外的发现梁朝伟扮演的阿仁是警方在韩琛身边的卧底，于是他就利用这条线放假消息，让阿仁给他效力，把这个曾志伟扮演这个韩琛给勾出来，就说要转移货物，在货仓里边人赃俱获。这警察一围，韩琛走投无路跑，这时候刘建明把他逼到一个四下无人地，一枪把他给干掉了。自个儿真正的老大死了，从此他可以放心的待在警察局，做自己所谓的好人了。所以这个过程是他个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反客为主的过程。但是可惜的是呢，这个事情没完。就这个阿仁呢，梁朝伟演这个卧底，无意之间发现原来刘建明居然是韩琛打到警方内部的卧底。他知道这事儿了，这就不能善罢甘休了。所以后来才有刘建明呢铤而走险，在天台上约阿仁来。最后天台上刘德华、梁朝伟有一场精彩的对手戏，最终刘德华把这个梁朝伟扮演的角色给打死了。当然打死了他也没捞着好，背一辈子嫌疑。所以这个过程反客为主是一种无奈的举动，他是为了把控自己的命运。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36计之反客为主。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我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说，你说这些不是阴险呐，就是狡诈呀，再不就是这个人生大起大落，很血腥。咱老百姓生活当中用不着反客为主啊，咱过自个儿日子太太平平的，你也能用得着。为啥？反客为主和爱情还有关系，和家庭还有关系。说这怎么能扯上关系呢？你看我说个事儿啊，可能咱很多观众朋友看过《神雕侠侣》，不管是看原著还是看电视剧，里边有这么个情节：绝情谷谷主叫什么？公孙止，武功挺高，风流儒雅。说他后来想娶小龙女为妻，完了杨过闯进绝情谷，这才揭开一段故事。姑姑，真的是你？刘妹，原来你们认识啊？那么公孙止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是谁呢？铁掌莲花裘千尺。这个裘千尺来头不小，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妹妹，就铁掌帮帮主。说当年的这个铁掌莲花裘千尺年轻貌美，武功还好，跟自己哥哥吵了一架，一来气离开铁掌峰，我不在你哥这待着了，行走江湖就落到绝情谷了。一见着公孙止呢，风流儒雅，两个人一见钟情，结婚了。明明这绝情谷呢是人家公孙止的，可是这裘千尺进来之后呢，由于他的功夫比公孙止高，甚至呢他这家传武学很深厚，
教这个公孙止。公孙止根据老婆教的东西，把自己的武功整理成了一套体系，也成了个高手了。可是你想呀，这武功是老婆给的，这裘千尺啊，就难免自己觉得自个儿厉害，我得掌控这家庭。何况公孙止本来绝情谷是人家的，所以公孙止时间长了呀，也真忍受不了了。他就有个突破口，干嘛呢？跟自己身边的婢女柔儿俩人就好上了。如果我们跟他说真话的话，必死无疑。如今之计，只有远走高飞。谷主，你真的肯带柔儿走啊？当然了，只要我们离开了绝情谷，以后我们就可以双栖双宿了。但是你舍得你们绝情谷百年基业和你就快出世的孩儿了吗？这个臭婆娘折磨了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了。至于孩子嘛，只要我们离开这里之后，你可以替我生个10个8个的呀！师姐，你这个无耻贱人！师姐，我们都知道绝情谷里头的遍地都是情花，这情花之毒特别厉害。你如果被那毒刺扎上以后，只要你心里一动七情六欲，完了，马上就跟犯羊角风似的，这人就不行了。裘千尺特别毒辣，把公孙止和这柔儿俩人啊都扔到青花丛里，让他们身中剧毒。而这个时候，他手里拿着解毒的丹药。你俩人啊，只能有一个人吃这解毒药。绝情丹，我就只剩下这颗了。至于用来救你呢，还是救他呢，就要你自己决定。这个计谋太毒辣了，他把人情人性逼到墙角了。最后公孙止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拔出剑来，把自己的情人柔儿给刺死了。我已经把他杀死了，你是悔改，你就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师姐。刚才我只不过是想试试你，不过可惜呀，如果你再多求我几次，我自然就会心软了。我连这个贱婢的狗命也会饶恕的。但是你贪生怕死，你这一刀未免下得太快了。那就这么着，裘千尺以为这事一了百了的，把这丸丹药给他了。吃完之后，公孙止这时候心里头恨裘千尺入骨，这个仇他能不报吗？隐忍了一段时间之后，趁其不备给裘千尺下了麻药，然后把他这脚筋全挑断了，扔到洞里边，你自生自灭了。当年你逼我杀死我最心爱的女人的时候，我就曾经发过誓，我说总会有一天，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敢？我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看你还能怎么样！哼！所以后来杨过进入绝情谷的时候，误入到鳄鱼潭，见到的这个裘千尺已经成了一个老怪物了，根本不是当年年轻貌美的样子。所以说夫妻之间相处之道啊，进一尺退一丈，得互相尊重，不能是什么反客为主，非得我说了算，谁压着谁，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咱们奉劝电视机前的观众，反客为主这一计，您吃的再透，使起来也要谨慎小心，慎之又慎。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一些独特的智慧。讲什么呢？咱们这个系列给大伙说说36计。很多人一听36计就知道什么借刀杀人、瞒天过海、上屋抽梯、围魏救赵，不就这些吗？说这是军事战场上经常用的，那可不是。36计应用现在特别广泛，何止是军事战场啊，宫廷斗争、商战、
甚至爱情世界里都有36计。咱都听过蔡依林的《爱情36计》，就谈恋爱都能用上这东西。所以36计呢，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就是阴谋诡计、耍花招、算计别人。如果你要熟知36计呢，很可能你能够预先防备，防止自己中招中计。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要讲的36计呢，是36计当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计，什么呢？借刀杀人。刘备为何巧言利用曹操除掉吕布？舌战小卢将杨子荣借了谁的刀，把栾平逼进死路？号称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到底是被海德里希密谋害死，还是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36计之借刀杀人有明确的解释，叫敌已明，有未定，引有杀敌，不自出力。你看这14个字说的很清楚，说借刀杀人是什么呢？你的敌人你已经明确了，就他，但是你的朋友还没定下来，可能是这也可能是那个。那好，你就用潜在的朋友去杀明确的敌人，你不用自个儿出力。他为什么借刀杀人说应用最广泛呢？你想啊，敌已明，有未定，引有杀敌，是你这个潜在的朋友他站出来杀的你的敌人。说白了，别说出力是他出力的，那工具都是他的，刀都是人家的，不是你的。所以等于你呢，不费吹灰之力，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便宜事谁不想干了？所以应用最广泛的36计是借刀杀人。当然有人弄成了，有人没弄成。而借刀杀人的高手往往一点痕迹都不留，把自个儿摘得干干净净。我随便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估计电视机前大多数的观众朋友都听说过。当初这个白门楼一战，《三国演义》里边的曹操跟吕布大战，最后把吕布生擒了。擒获吕布之后呢，把吕布绑上来审了。这边曹操坐着，后边刘备。这吕布上来就说：“丞相啊，能不能把我这绑绳松松啊？绑得我太难受了。”曹操就说：“夫虎不得不紧呐，太紧了。伏虎焉能不紧呢？我待尔等不薄，何人烦我？只听七言，不听众将之计，何谓不薄？任意伤人，鞭挞部下，还言不薄？谁都知道吕布能耐大嘛，《三国演义》武将讲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吕布排第一。要怎么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呢？仨人收拾吕布都没拿下来。吕布这时候贪生怕死，就央给曹操：“您呢，我投降您行不？你也知道我这能耐，我要保了您了，那天下不就是你的了吗？”曹操这时候琢磨琢磨，有点内急，站起来上厕所了。这时候一看四下没人呢，吕布求刘备：“哎呀，玄德公啊，咱俩有交情，你得救我呀！一会儿曹丞相回来，你得跟他说我的好话呀，救我一命啊！”这一句话把曹操说醒了，什么意思呢？公可曾记得丁原、董卓乎？吕布为什么张飞骂他？你乃三姓家奴。吕布本姓吕，这是一姓，后来认了丁原、丁建阳为干爹。可是呢，董卓当时呢，派手底一员大将李肃月夜睡吕布，带着赤兔马和金银珠宝，意思你跟丁建阳没什么出息，你投我家公主董卓吧。吕布翻脸把丁原给杀了，杀了之后投董卓，拜董卓为干爹。接下来的事咱都知道，王司徒巧献连环计，用貂蝉呢离间董卓，吕布这干爹干儿子，结果吕布一方天画戟把董卓又捅死了。这什么意思？三姓家奴，你看认俩干爹吗？既姓吕，又姓丁，又姓董。所以张翼德指着他鼻子啊，三姓家奴休改，阉人张翼德在此。这典故天下皆知。所以这吕布一求这个曹操，曹操听刘备说什么？公可曾记得丁原、董卓乎？曹操醒了，这人我不能留啊，把吕布推出去杀。吕布气的骂刘备大耳贼，大耳贼，辕门射戟为了谁呀？
说刘备为什么这么损？这时候加这么句纲呢？这是有原因的。这刘备心里头啊，一直以曹操为最大对手。万一要是吕布降了曹操，那将来再想打曹操就太难了。所以借这个机会，要借曹操的手把吕布收拾掉。所以刘备这时候就看出这个人坏呀，心机深呐。说为什么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曹耳。所以刘备为什么借刀杀人能成功呢？他非常了解曹操，知道曹操是个疑心病特重的人，所以这关键时候他来一句，他就好使。你看咱们有一部经典的这个电影，也是经典的这个现代革命京剧，他就有一幕特别经典的借刀杀人，什么智取威虎山，电影叫《林海雪原》，里边杨子荣呢，是不是进入座山雕的老巢？到这里头呢，想里应外合呢，剿灭座山雕。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泉，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甩个棒，少干锅们，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驻马号副官胡彪。可这时候发生个意外，他冒充的呢是许大马棒底下的这个副官胡彪。可是这时候许大马棒呢，以前有一个部下小卢将栾平，解放军已经把他逮住了。押解过程当中，这栾平就跑了就跑到了座山雕这儿，一看这人可不是副官胡彪，要搁一般的这个解放军呢，这时候一看不行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拼吧，我的身份已经败露了。但是杨子荣不慌不忙，为啥呢？他这时候就酝酿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抓住了这个事情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因为他知道座山雕呢疑心病特别重，就怕投奔我这的人跟共产党跟解放军有关系，而偏偏呢小卢将栾平呢被解放军俘虏过，所以这小卢将栾平也了解座山雕，万万不敢说我被共军俘虏过，那座山雕绝对不会信任你的。所以这个时候杨子荣就知道这是小卢将栾平的软肋，所以他躲开你指责我说我是共军。那我问问你，我还说你是共军呢，你从哪儿来的？座山雕说是啊，你从哪儿来的？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你胡说！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这时候栾平不能回避啊，他只能说我从谢文东那儿来的。谢文东是谁呢？原来这牡丹江一带啊，三股土匪势力，座山雕是一股，被剿灭的许大马棒是一股，还有一股就谢文东，都是土匪。这栾平呢是原来在许大马棒那儿，杨子荣冒充这胡彪呢也是从许大马棒那儿来，所以他说我从这谢文东那儿来，他不敢他说他被共军俘虏了。可是在此之前呢，这个杨子荣呢已经跟座山雕说了，这栾平啊总说你坏话，他原来在许大马棒上就说你坏话，所以这座山雕本来就看不上栾平，一问说你从谢文东那儿来的，三问两问他说的是假话呀。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啊？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这时候杨子荣就盯住了，你说这对不对？他要我承认说我说这不对，那么你撒谎，人不能信任你。他要说我说这玩意儿对也不行，那就等于间接的否定了杨子荣是共军。所以栾平没招，一口咬定你就不是胡彪，你就是共产党。那么这个时候杨子荣祭出了杀手锏，因为他很了解座山雕这阵营里这些人，他先上的山跟八大金刚已经混熟了。这栾平是原来许大马棒的人，本来跟座山雕这伙就有矛盾，八大金刚也不待见他，你死不死我不管。但老九八大金刚往下杨子荣老九跟老九关系已经混挺熟了，当然不希望座山雕把栾平留下，把杨子荣处死，所以八大金刚都向着他。老梁故事会致力每周四9点15晚间黄金档，45分钟超长讲述，好故事更精彩。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36计之借刀杀人。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再一个，他给座山雕呢能献上联络图，座山雕先入为主，也更加信任他。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栾平一个劲儿求这个座山雕，您留下我吧，我还有用。座山雕本来想留他，杨子荣祭出杀手锏，老九他没毛病，他真是够呛的水仙子，我真是从虾米沟划出来的三爷。就说这种情况下，栾平这么说我，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留我留他，三爷您看着办吧。就直接将了这座山雕一军。这时候八大金刚啊，老九不能走啊！大伙儿一起哄，座山雕一权衡呢，还是这胡彪功劳大有用。那他两个之间必选择一个，拉倒吧，把栾平推出去给毙了。所以他已经把座山雕疑心重，安全至上，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这个心理呢抓得很准。他也知道小楼将栾平的软肋在哪儿。八大金刚他的喜好是什么地方，所以多种的利益在杨子荣这有一个非常均衡的考量，动若观火。所以我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这借刀杀人呢，听着挺凶，他在好人手里头呢，他就是正义的；搁坏人手里呢，他就是邪恶的。所以这计策呢，没有绝对的阴谋诡计，也没有阴谋阳谋之分，就看你是怎么用它了。这刀把算在谁手里，这个最关键。那么咱们再说一个这刀把算反了的。这是1935年的事儿。1935年呢，苏联呢，授予5个人元帅的头衔，其中最年轻的叫托哈切夫斯基，40出头，这是人类历史上啊年纪第2轻的元帅。他是一个绝对的战略家，也是战术家。像现代战争的大纵深理论就他发明的，包括机械战争有些概念都是他研究出来的。所以托哈切夫斯基呢是前苏联的功勋元帅，很厉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30年代时候啊，这个法西斯德国已经蠢蠢欲动了。就是希特勒虽然跟斯大林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他也知道占领欧洲早晚要碰苏联。所以这个时候，苏联的几个功勋元帅，那么对德国法西斯是个威胁。这时候，希特勒就想，怎么能把最年轻这个托哈切夫斯基给除掉呢？这时候，希特勒把这事儿呢委托手底下的盖世太保大将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就想个办法，他说有一个情报大楼嘛，这里头有很多间谍呀、情报人员。他故意让这情报大楼着火，他也不告诉这些情报工作人员。这一着火乱套了，因为海德里希知道自己的情报人员里头就有双面间谍。1937年5月下旬，德国反间谍机关大楼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而更加巧合的是，灭火器械竟然发生故障。火势蔓延，很多人员被烧伤，很多机密文件被烧毁，场面乱成了一锅粥。一些亲苏的捷克斯洛伐克特工人员趁乱得到了德军一些绝密文件，而此时躲在暗处的海德里希却得意地笑了。没有人知道这场火灾竟然会是海德里希的一场阴谋。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捷克特工得到的绝密文件居然是海德里希故意送给他们的杀人武器。什么东西呢？假情报，就说托哈切夫斯基啊叛国，要投靠德国，投靠希特勒。其实这假情报被捷克的双面间谍得获了。这样通过捷克这条道，捷克恨德国，跟苏联近，就把在这个渠道把这情报传到苏联去。另外呢，海德里希又做了第2手准备，把这个托哈切夫斯基要叛国这假情报想法送到了这个在巴黎的苏联的情报机构。一切都在按照海德里希的计划进行，他亲手制造的证据就这样被送到了斯大林的手中。但这并不能让海德里希完全放心。为了让斯大林能够完全陷入自己的阴谋，海德里希又将同样的情报内容也传到了苏联驻巴黎使馆的大使波江金那里。波江金随即也给斯大林电告了这份情报。为什么送到那儿呢？我们也知道法国跟德国是世仇，假如说这情报直接给到斯大林，斯大林不信，你这是反间计，你想借我收拾我的人。但是呢，他转个弯，转到捷克和法国，而捷克和法国跟德国都有仇，
这一下子使这个情报来源就变得真实可信了。不光这个，海德里希又加了第3重保险。当同样的情报从捷克斯洛伐克、从法国飞到莫斯科后，海德里希也将亮出自己最后的底牌。他决定主动出击，再次派出特工贝伦茨与捷克总统贝奈斯的私人代表进行秘密的接触，声称自己拥有一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罪证的重要文件。没过多久，在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里希的代表与苏联内务部的一位官员进行了秘密会面。海德里希的人亮出了他的杰作，2封逼真的信件。然而海德里希深知，出自他手上的情报不可能令苏联人信服。为了把戏做足，尽可能的以假乱真，他特意下令向苏联情报机关索要300万卢布的情报费。他假如白送过来，你不一定信了。上赶的不是买卖吗？一看这情报要卖300万卢布，那会儿卢布可不是现在这卢布，那时候卢布跟美元1比1，就300万卢布等于300万美金。你想30、40年代多高的价格？他一想，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情报肯定很珍贵。所以当时前苏联为了确定这个事儿的真实性，真就掏了300万卢布把这情报买回来了。所以这3股情报来源汇到一块儿，他一看，审查图哈切夫斯基。1937年5月，英国国王乔治6世举行加冕典礼，各国祝贺的使节云集伦敦。一时间，伦敦街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但就在这时，苏联政府突然宣布，原定参加典礼的苏方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因病不能前往。事实上，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被苏联军方秘密逮捕。其实图哈切夫斯基是冤枉的，根本就没有任何叛国的事实。但审查的很快，迅速的审查了半天之后，整理整理就把图哈切夫斯基枪决了，给枪毙了。有人说这个希特勒借刀杀人，这太厉害了，这是。但是史学家呀有个多种研究方式，说你以为希特勒是借刀杀人吗？你哪知道斯大林也是借刀杀人。因为斯大林当时1935年1月份借助基洛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暗杀，斯大林开始了苏共历史上的大清洗，清除异己。据说图哈切夫斯基不是斯大林的人，得把他弄死。所以有人说，不要以为希特勒是借刀杀人，斯大林也在借刀杀人。所以你要说总结这个借刀杀人呢，等于德国是用了双重的借刀杀人，所以他事实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大伙说这个借刀杀人呢，它非常丰富，应用范围也非常广。那么借刀杀人呢，这肯定是我们很多人呢都不愿意作为借刀杀人的牺牲者出现。当然呢，咱们也不希望呢你去使这样的阴谋诡计。那么我们怎么样防范被借刀杀人利用呢？还得从借刀杀人的解释上入手。就是敌已明，有未定，引有杀敌，不自出力。这14个字，你看你自己处在哪位置？你要是在敌那位置，有人要算计你，你就得保护好自个儿；你要是在有那位置上，你就得琢磨，别被人家利用。这个兼听则明，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要谁忽悠你，你就上套。你要是想借刀杀人的人，你就得对有敌这几方面他的复杂利益关系清清楚楚研究明白，能够利用他们之间的利益斗争，能够利用他们之间的彼此怀疑顾虑，你才好行使这个计策。当然我希望大家最好在生活当中太太平平的，不要想到动用这计策。当有人要用这招对付你的时候，你无论是敌是友，你得学会自我保护。今天我给大家详细说说这借刀杀人，目的也在于呢，咱们是以防范为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